在8月18号，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对外公开了一份统计数据报告。截至2021年的7月份，中国核建新签订的合同价值达到了728.32亿元，这其中军工类的订单合同为171.56亿元，同比增长了近400%，而民用工程方面的核项目订单为386.77亿，同比减少了5.5%。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所谓的中国核建其实是一个大型国有控股的公司，以军工、核工、核电为主，保持军工和民用两个方向能够相互结合转换。我国国防项目中，类似核武研发基地、试验基地、核燃料生产基地等等，均出自该国企，可以说是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有观察室指出，中国核建可以说承担了共和国如今的主要国防核工业订单，它的相关数据变化其实折射出的就是中国最终底牌的变化。而如今国际局势复杂，对于中国来说，危险和机遇并存。美国撤离阿富汗以后，留有足够的精力在亚太地区施展拳脚，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中美博弈走到如今，已经是大国交锋的重要时刻。围绕台海局势的变化，中国必须有足够多能够产生效果的底牌。因此，可以说，中国核建的统计报告中所出现的在军工建设方面的相关数据暴涨近400%，折射出的是当前大国交锋的重要时刻。我国对国际局势判断，加速建造中国核保护伞。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着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深度介入，美国相关议员甚至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军有3万人驻扎台岛。更不用说，还有1个月前，拜登上台后第一次对外军售就出售了大量自行火炮，增强台湾地区非法武装的火力打击，尽可能杀伤我军登陆部队有生力量。可以说，在岛内分裂分子挟洋自重、以武谋独和域外势力的介入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和统一大道，台海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障碍，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也必须尽可能的加速核保护伞的国防建设，增加应对未来风险的底牌。我们知道，美国一直以来都以核武器比中国多很多而洋洋得意，甚至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总觉得因为核武器，中国就不敢反抗美国，美国就能把中国玩弄于股掌间。然而中国当年什么都没有，都敢空手上阵，如今中国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就更不会怕了，甚至中国铁拳或许还要正式发力了。据观察者网消息，在8月18号，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营收报告。在报告中，中国核建更新了截至7月的新签合同数据，以及新签合同的详细业务分布的数据。可别小看这份报告，因为在这其中，有些事就不由令人联想，或许胡锡进先生早前的一言或要成真。报告上的数据一目了然，以至于笔者十分清晰地看到了报告上军工业务同比增长达到 391.4%， 而相反的民用工程却同比下降了 5%。 当然，民用数据或许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军工工程的增长却很有意思了。说句题外话，都去搞军工了，民用自然也就放下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核建是我国核工业的标杆，不仅在核电建设上承担主要任务，同时对于我国核武器的研究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是我国核武器的研究生产基地。在当年我国两弹一挺中，更是拥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其军工增长又代表了什么？大多数人也都有所猜想了。之前美国仗着自己的实力，就肆意妄为的在中国周边做局，试图威慑中国，甚至为了让自己师出有名，还不断炒作中国扩核。然而因为又害怕中国扩核，于是又想拉中国加入新削减核武器条例，试图阻止中国扩核。还真是好的坏的，美国都说尽了做尽了。既然如此，那中国何须客气呢？而这次核建的最新营收数据，或许就是一个信号。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所说的话，或许要成真了。早前胡锡进先生表示，中国应该尽快拥有能够让美国感受到威胁的核武器数量，不要说和美国一样拥有5、6千枚，但是起码需要至少1000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一听到中国就瑟瑟发抖，不敢叫嚣。如今看来，虽然中国核建也仅仅是像往常一样公布自己营收数据，对于其中的诸多细节并未有所说明，但是这回的增长数据太令人心惊，或许就是真的呢？若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果然威武霸气，直接让美国说什么来什么。最后再说一点，如今不管是解放军的种种军演动作，还是核军工数据的增长，都很明显的说明中国正在蓄势待发，而且一旦有必要情况出现，中国必将犹如猛虎出山，用铁拳捍卫国家安全以及主权利益。在当今世界局势中，中美俄3国可以称得上是影响世界局势走向的最重要3股力量，而梦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又同时将中俄列为美国霸权的最有力威胁，因此打压遏制中俄就成了美国常做的事。
不过，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俄的打压只会促使中俄加速联手，届时这将成为美国的噩梦。不过，近日却发生了十分奇怪的一幕，美军高调展示了福特号航母的全舰冲击试验。谁都知道，这样的一场试验大有对外展示美军实力，向世界宣告美军航母永不沉没的意味在。在中美以及美俄局势紧张的当下，美军似乎在说不怕联手，中俄尽管放马过来。但是意外的是，美军在展示强硬，外界似乎并不买账。有人认为这是美军在故意吹嘘，尽管美军军事实力强大是事实，但是这一实力也没有强大到能够同时对付中俄的程度。最近的一场西部联合2021就很好的展示了中俄联手的战力。据悉，在短短的45分钟以内，中俄两国联合部队总共投下了265吨弹药，这一数字恐怕外界难以想象。一旦战时，美军能否扛得住这样的猛烈打击呢？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一向以战斗民族著称的俄罗斯，在听到美国这一番吹嘘以后，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当即就给美国下了一个狠狠的下马威。目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称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成功完成测试。我们知道，目前在高超音速领域，中俄是遥遥领先美国，居世界前列。由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巨大威力，这一差距也将给美国带来致命打击。俄罗斯防长表示，这一导弹的打击精度使得敌人无法防御该导弹，就连美军的防空系统也拿这一武器没辙。目前这一测试完成，将标志着俄罗斯从此能够从空中以及海上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敌人。那么也就是说，美军口口声声宣称的航母永不沉没，似乎也只是一句玩笑话。在锆石面前，别说是航母，就连一个不沉的岛屿也未必能够幸免于难。所以俄罗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宣布这一消息，针对美国的意味十分浓厚，根本不给美国任何自我感觉良好的机会，就像锆石一旦出击，就不给美国任何还手的余地一样。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也愈发强劲。在这一针锋相对态势下，中美局势一度十分紧张。日前，美国新上任的空军部长又再次火上浇油。据美国防务新闻最新报道称，新任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刚刚就任，就冲中国大放厥词。据详细报道称，其声称要使用超前的军事技术让中国感到恐惧。而对于所谓的超前军事技术，肯德尔也透露出了一点蛛丝马迹。肯德尔透露称，目前美国空军正在推进 F-35战斗机的升级计划。我们知道，从 F-35战斗机服役之初到现在，围绕这一战斗机的争议就不断，其中对于这架飞机的评论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但无论争论如何，这款战斗机的战斗力仍然不容小觑，不然美军也不会费尽心思的进行生产和升级。另外，还提到了美军的21世纪新型轰炸机 B-21。肯德尔坚信，这些正在升级或正在研发的美军下一代战机具备强大的能力，会很吓人。而至于是吓唬谁，想必就不用多说。除了这些之外，肯德尔似乎还建议国会加大对空军先进技术的军事研发投入，也即其认为美军必须不断研发让敌人感到恐惧的先进武器。不过，这能够吓到中国吗？早在中国刚展露发展势头的时候，美军就曾经使用过这些招式，而当时非但没有吓到中国，反而激发中国空军更加努力发展提升自身。那么试问，如今中国空军今非昔比之后，就更不会被这样的言论吓到，中国人民不是被吓大的。更加解气的是，此举非但没有吓到中国，反而让美国自己吓了一跳。美国专家表示，尽量不要与中国战机空战，这打脸来得可真迅速。前脚美国空军部长好大口气说要吓到中国，后脚美国军事专家就警告不要同中国战机空战。可见美国这一场要中国好看的闹剧，最终只是让自己内部炸开锅。而大家必定都十分好奇，为什么美国专家紧急降温？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据悉，在 F-35战斗机的升级过程中，美军有意降低这一战机的载弹量，从而提高隐身性能。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最大的弊端：一旦 F-35深入飞行，就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开对面的战机，同时也无法同敌人进行正面的长时间交锋，否则美军只有被击落的份儿。所以说，就这，美军也想吓唬中国，怕不是在痴人说梦吧？